如果你听过怒沉百宝箱，你知道的是一个刚烈的女子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她一生被卖了3次。第一次是亲爹卖的，她没哭；第2次是老鸨卖的，她笑了；第3次是爱人卖的，她把自己攒了7年的嫁妆一件一件扔进了江里。为什么她攒了万金之资，却只拿出100两碎银？为什么她阅人无数，却偏偏选中了最懦弱的一个？为什么她宁可抱着全部财宝去死，也不肯饶了李甲？带着这3个悬念，让我们回到万历年间，回到那个叫教坊司的地方。万历年间，北京教坊司的夜晚从不寂寞，丝竹声、劝酒声、调笑声，混着脂粉气和酒气，飘过一条又一条巷子。在最红的那座楼里，一个13岁的女孩第一次坐在了客人面前，她没有哭。从那天起，杜十娘就知道了自己是一件商品，而且是一件很贵的商品。这就是杜十娘身上最残忍的悖论，一个被当作商品卖了一辈子的女人，最后用最商品的方式把自己和全部财产当众销毁，来证明自己不是商品。我们要把时钟拨回万历初年，拨回绍兴府杜家庄上那个说不清具体年份的秋天。冯梦龙在《警世通言》里刻意没有给杜十娘一个清晰的出身，他只写了8个字：烟波浩渺，莽莽苍苍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她的来处是模糊的，就像江面上的雾气，看不清楚也抓不住。但后世河北梆子的唱词里补全了一段令人心碎的身世。家住在绍兴府杜家庄上，因父母遭遇不幸，高价卖进了北京城的春光院。无论哪一种，结果都一样。一个7、8岁的女孩从父母身边消失了，从此再也没有家。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一个扎着双环的小女孩被推进一座陌生的院子，满眼是浓妆艳抹的女人，是醉醺醺的男人，是丝竹声里听不出悲喜的调笑。老鸨上下打量了她几遍，看出这丫头伶俐，眉眼间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儿，好留下，改名杜飞，排行第10，从此叫杜十娘。从那天起，她的日子只剩一件事：学唱曲，学弹琵琶，学怎么走路，怎么斟酒，怎么笑。老鸨有的是耐心打磨一件好货。7年之间，他从缩在墙角发抖的孩子，长成了整个教坊司最值钱的姑娘。13岁破瓜开始接客，到19岁故事正式开场时，他已经在这座销金窟里泡了整整6年。6年里，他经手过多少公子王孙？冯梦龙没写具体数字，只用了4个字，不知经过多少。但京城里流传着4句口号，你听听这阵仗：座中若有杜十娘，斗指之良饮千觞；院中若识杜老美，千家粉面都如鬼。意思是说，酒桌上只要有杜十娘，再小的酒量也能喝上1000杯。青楼里要是见过杜十娘的美貌，其他姑娘的脸都丑得像鬼。这就是19岁的杜十娘，站在京城风月场顶端的模样。但我们今晚的视角必须从那些金粉堆砌的辉煌里挪开，落回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一个被卖掉的孩子心里到底装着什么？他有钱，6年里
他攒下了一箱谁都不知道的宝贝，藏在关系好的姐妹那里，连老鸨都蒙在鼓里。他有手段迎来送往间学会的察言观色，足够他在一群醉醺醺的男人里滴水不漏的周旋。他甚至有规划，他很清楚自己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，他在等一个机会，等一个人。但所有这些精明筹谋，底色底下只压着一层薄薄的底色。他想要一个家。他从被卖掉那天起就知道自己是一件商品。商品没有家，商品只有价。可商品不会攒钱，商品不会自己赎自己，商品不会挑选买家。杜十娘攒了6年，等的就是那个让她觉得这一次不一样的人。而那个人很快就来了。短暂的苦熬过后，命运终于递过来一根他以为可以抓住的稻草，但他不知道，那根稻草的另一头拴着的是一块马上就要沉下去的石头。万历20年左右的某个春日，杜十娘19岁，正是一朵花开到最盛的时候。就在这一年，她遇见了一个改变她命运的男人，或者说她以为自己遇见了。这个男人叫李甲，浙江绍兴府人士，有意思，跟杜十娘那个模糊的绍兴府杜家庄是同一个地方出来的。李甲的父亲是布政使，相当于现在的省长，正经的官宦子弟。他进京入太学读书，那是全国精英子弟汇聚的地方。太学生年轻，长得俊俏，性格温柔，手头又阔绰，帮衬起人来细致周到。冯梦龙原文用了4个词形容他：俊俏旁儿，温存性，儿洒漫的手儿，帮衬的情儿。什么意思？长得好看，性格温柔，花钱大手大脚，对女人特别体贴殷勤。这种男人往教坊司一坐，哪个姑娘不动心？杜十娘动了心。她请注意，有心的这2个字，对一个阅人无数的头牌来说，有心是他给自己留的最后一点主动。6年里，他见过太多男人醉醺醺的来，掏空腰包的走，没一个让他觉得不一样。但李甲不一样，这个年轻人看他的时候，眼神里有种让他陌生的东西，不是赤裸裸的占有欲，而是一种近乎天真的迷恋。杜十娘做了一个在当时极其反常的决定。从那天起，除了李甲，她不再接待任何客人。一个青楼头牌对一个恩客专一，在教坊司的规矩里，这叫自断财路。老鸨的脸都绿了，但杜十娘不在乎。她花了6年时间攒够了一箱宝贝，现在她想试试另一种活法。李甲也投入得彻底，他原本带了一笔可观的钱进京，全砸在了杜十娘身上。1年多下来，钱财殆尽，分文不剩。太学生没了钱，在教坊司就是废人一个。老鸨的脸从笑盈盈变成冷冰冰，话也说得越来越难听，没钱就滚，别占着地方。这个时候，李甲怂了，他面皮薄，被老鸨几句话顶得进退两难，想走又舍不得。杜十娘想留又拿不出银子。杜十娘冷眼看着这一切，她太熟悉老鸨的套路了，也太熟悉男人没钱之后那副讪讪的模样。但她没有心凉，相反，她看见了一个缝隙，一个她等了6年的缝隙。某天，老鸨又在大骂李甲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杜十娘不咸不淡地接了一句：妈妈既然嫌他没钱，不如开个价放我走。
老鸨正在气头上，张口就来：“3两有本事拿3两来，任你带走。”杜十娘等的就是这句话，她立刻站起身，伸出右手3击掌。这个动作在明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旦击掌就没有反悔的余地，是比白纸黑字还硬的赌誓。老鸨万万没想到，这个平日温顺的摇钱树会来这一手，但话一出口，掌已击下，只得答应3两。对杜十娘来说，这笔钱她拿得出来，百宝箱里随便一件首饰都不止这个数，但她没有。她当着李甲的面慢慢拆开被褥的边缝，从里面掏出散碎的银两，一堆碎银子，整152。她说：“郎君，这是我的全部积蓄，剩下的你去想办法。”全部积蓄吗？当然不是。百宝箱里的东西够买下半个教坊司，但他就是不肯拿出来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杜十娘最让人心疼的地方。她阅人无数，仍然愿意相信一点美好的情谊，但多年养成的提防之心又不允许她和盘托出。她把那笔巨款留在暗处，只拿出碎银，要看看李甲为她奔走的样子。她要的不是钱，是态度。她要确认这个男人值得。李甲真的奔走了，他跑了3天，四处借钱，同乡、同学、同窗一个个都躲着他。谁愿意借钱给一个在妓院花光身家的浪子？直到他找到柳玉春。柳玉春是李甲的同窗好友，起初一听借钱赎妓，第一反应是，会不会是老鸨和杜十娘联手做局骗你？但杜十娘做了一件事，彻底扭转了柳玉春的看法。她把那152碎银交到李甲手上，让他拿去给柳玉春看。一个青楼女子愿意把攒了多年的私房钱掏出来赎自己，这要是做局，成本也太高了。柳玉春被打动了，她联合几位同窗凑齐了剩下的152。10天后，银子交到老鸨手上，杜十娘脱籍。从此，她不再是教坊司的杜十娘，她是李甲明媒正娶的妻。虽然这个明媒是在柳玉春的寓所里办的，没有高堂，没有花轿，没有10里红妆，但她欢欢喜喜地嫁了。那天晚上，她大概以为自己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，不用再应付醉醺醺的客人，不用再数着日子攒赎身的银两，不用再做一件被人标价的商品。但她错了，从老鸨手里赎出来，只不过换了一个买主，从前卖给恩客，现在卖给爱情。而爱情这东西从来不讲契约精神。短暂的欢喜过后，更大的风浪正在前方等着他。那艘从京城开往绍兴的船上装着2口箱子，一口是他的百宝箱，他还没打开给李甲看；另一口装着的是李甲越来越沉重的沉默。船离开京城码头的那天，杜十娘坐在舱里，透过帘子看渐渐远去的城墙。他19岁的人生终于翻过了一页，这一页的标题叫自由，但下一页写的是什么，他还不确定。李甲坐在对面，眉头锁着，他当然该锁。从京城到绍兴1000多里水路，他兜里已经空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要回家面对的是当布政使的父亲，不告而娶，而且娶的是教坊司出身的女人。按当时的礼法，这足以让李甲被逐出家门。李甲越想越怕，一路上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。杜十娘看在眼里，
头几天他没说话，他太聪明了，聪明到一眼就能看穿别人的心思。他知道李甲在怕什么，但他在等他先开口，等那个怕能不能被别的东西盖过去，比如爱，比如责任，比如一个男人的担当。李甲一直没开口，他的沉默像船舷外的水，越来越深。船行到半路，某天夜里，杜十娘从枕边摸出一个小布包，递给李甲。郎君，路上用得着。李甲解开一看，白花花的银子20两，他惊了。赎身的时候，他不是说全部积蓄都拿出来了吗？怎么还有？杜十娘淡淡地说：“一点私房，留着应急的。”李甲接了，脸上是感激，心里是什么，没人知道。又过了几天，船到一处码头停靠补给，杜十娘又递过来一个小包，这次是50两。郎君去置办几件衣裳吧，回家见父亲也得体面些。李甲又接了，感激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，但眉头依然锁着。杜十娘看着他那张俊俏却舒展不开的脸，心里那杆秤又往下沉了1分。她没有打开百宝箱，那口箱子就藏在船舱最里面，用旧布盖着。箱子里是什么？第一层是翠玉名卡，瑶簪宝盏光是这一层就值几百两。第二层是玉箫金管，第三层是古玉紫金，全是这些年那些公子王孙砸在他身上的代价换来。他把这些东西寄存在教坊司的姐妹处，瞒过了老鸨，也瞒过了李甲。赎身的时候，他只掏了碎银，现在他依然只掏出零头。他就是要看李甲在面对钱和他的时候，到底哪个更重。这是一种近乎偏执的爱情测试。你想啊，一个女人攒了7年才攒下这些东西，她完全可以一上船就把箱子打开，告诉李甲：别怕，我有钱，你父亲那里我来周全。但他就是不，他要的不是钱生钱的日子，他要的是李甲拿出全部力量帮他扛事的态度。他太害怕再一次被当成商品，钱能买来的东西转身就能被卖掉，他要证明自己值更多，值那种砸锅卖铁也要护着你的东西。但李甲没有通过测试，他一路感激，一路沉默，一路恐惧。父亲的威严像一张大网，始终笼罩在他头上，越靠近绍兴网就越紧。船到瓜州的时候正是深秋，瓜州是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，北来南往的船只全在这里中转，风大水急，满江都是桅杆和帆影。杜十娘的船靠岸停泊，等待换船入江。隔壁不知什么时候靠过来一条船，船上挂着徽商的旗号，舱里坐着一个人，姓孙名富，是个盐商。这人在瓜州码头等风停，隔着船窗看见了杜十娘，只一眼，他整个人像被钉子钉在了原地。杜十娘站在船头，江风吹着她的裙，她不知道，就在她身后几十步远的地方，一个陌生男人正盯着她的背影，在心里拨打算盘。而她的丈夫李甲正坐在舱里，对着一盏孤灯叹气。3个人的命运就在这个码头上，被江风吹到了一起。杜十娘一直在数李甲到底值不值得，她数得太久了，久到船已经停在了瓜州，
久到另一个男人先开了口，而她那个懦弱的丈夫正在被别人一点点地说动，把那道他守了7年的底线给算成了一笔账。瓜州渡口，风越来越冷了。孙父备了一桌酒菜，请李甲过船叙话，理由很体面，同是旅人，相逢即是有缘。李甲推辞不过。过去了，2人在舱里对坐。酒过3巡，孙父漫不经心地问：兄台一路愁眉不展，可是有什么难处？李甲喝了酒，话匣子就开了，说了自己礼部正之子的身份，说了在京城花光银两的荒唐事，说了赎身娶杜十娘的经过，最后说到眼前最大的难题，怎么回家面对父亲。孙父听完放下酒杯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他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李甲心里。兄台，老伯乃是朝廷显宦，为人正直，家法森严，没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不告而娶，已是一行大罪。何况你娶的还是昌家妓女，李甲的脸刷地白了。孙父看着他的脸色，知道火候到了，又添了一把柴。兄台，若带着他回家，老伯震怒之下，先把他赶出门，再把你逐出家族。到那时，你身无分文，流落异乡，她又是个烟花出身的女人，日子怎么过？李甲的手指在膝盖上攥成了拳头，指甲陷进肉里。孙父说的每一个字，都是他连日来不敢想又反复在脑子里转的东西。孙父停了停，喝了口酒，终于抛出了那个致命的问题：兄台可想过，与其2个人都毁了，不如先退一步。李甲抬起头，退一步，怎么退？孙父把酒杯往桌上一放，声音平静的像在谈一笔买卖。我出1000金，你把它让给我，拿这笔钱回去见你父亲，只说是在京城刻苦读书省下来的，父子之伦保住了，前程也保住了。等你将来功成名就，什么样的妻子娶不到1000金？一个精确的、体面的，让双方都有台阶下的数字，不高不低，高到足够打动一个穷途末路的年轻人，低到配得上一个被用过的女人的价格。李甲没有当场答应，他有犹豫吗？一定是有的。这1年来，杜十娘对他一心一意，从老鸨手里赎身时，他掏出了全部积蓄，至少他以为那是全部，但恐惧比感情跑得更快。父亲那张威严的脸，家族那扇紧闭的门，还有口袋里空空如也的钱袋，这些才是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东西。孙父递过来的那杯酒里，泡着的是一个保住一切的幻想。他在自己的船上辗转了1整夜。第2天，他顶着发青的眼圈走到杜十娘面前，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欲言又止。杜十娘看着他，他什么都看出来了，但他还是问了：郎君，出什么事了？李甲憋了半晌，终于说出口了，断断续续的：孙父这个人，孙父那个提议1000两银子，他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他越说越小声，最后几乎听不见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进了杜十娘的耳朵里。冯梦龙只写了4个字：十娘大惊。但在这4个字后面，是一个女人用了7年时间垒起来的那堵墙轰然倒塌。你想啊，
他攒了7年的百宝箱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打开过。他拿碎银子出来，不是因为他没有，是因为他在等，等他值得等。等有一天他能放心地把那口箱子打开，说：郎君，你看，我们这辈子不愁了。但这一天还没到，或者说永远不会到了，因为在他打开箱子之前，他已经把它标好了价，卖掉了1000两。7年攒下的万金之资，换不来一个男人的真心，但一个陌生男人出1000两就能把他买走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从头到尾它都是一件商品，区别只在于从前按次计价，现在一口价。杜十娘没有哭，她只是转过去背对着李甲，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李甲以为她要晕过去。然后她转过身，脸上很平静，连声音都是稳的：好，你答应他吧。李甲愣了，他以为会挨骂，会挨打，会哭到昏天黑地，但杜十娘只说了一声好。然后她开始梳妆，用她此生最慢最仔细的方式，一下一下把头发梳得乌黑油亮，把脂粉匀得平平整整，把衣裙一件件穿好，就像明天要出嫁的新娘。她在1000两面前低下了头，而他在他低头的那一刻就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。第二天清晨，瓜州渡口起雾了，江面上白茫茫一片，对面看不清人影。孙父的船上已经备好了千金，白花花的银子马在舱里闪闪发亮。他把船驶近了些，等着李甲把杜十娘送过来。杜十娘出来了，她换了一身新衣裳，大红织金的被子在晨雾里像一团跳跃的火，头面首饰全戴上了。鬓边的金凤钗随着她的步子微微颤动，整个人看起来不像要被送走，倒像是要去赴一场盛大的约。李甲跟在她身后，不敢抬头看她。孙父站在船头，看到杜十娘走过来，心里一阵得意，1000两白银换一个绝世美人，这笔生意做得值。杜十娘走到两船之间的跳板前站定了，她没有跨过去，她抬起手指着孙父，声音不大，但整个码头都能听见。孙父，你一个商人，仗着几个臭钱拆散人家夫妻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然后他转向李甲，那双眼睛里没有恨，只有一种让人心颤的平静，那是一个已经做了决定的人才会有的眼神。他蹲下身，从船舱深处拖出一口箱子，樟木打得沉甸甸的，上面落满了灰。李甲看见那口箱子愣住了，一起生活了这么久，他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。杜十娘伸手把箱子上的灰抹干净，然后啪的一声掀开了箱盖，江风灌进箱子里，吹得里面的东西闪闪发光。第一层翠玉明刊，摇簪薄刊，流光溢彩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这些值多少？杜十娘冷笑一声，随手抓起一把，不下100两。她把东西举到江面上空，手指一松，叮叮咚咚，翠玉和珠玉跌进江水，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就沉了下去。李甲啊了一声，伸出手想去捞，被杜十娘一个眼神定在了原地。第二层玉箫金管，晶莹剔透的玉笛和鎏金的箫管，每一件都出自名家之手。这一层够你那个孙父再掏1000两。他又抓起来一把一把的扔，
玉箫落水时发出一声清越的脆响，像一声叹息。第3层，古玉紫金、猫眼祖母绿，全是顶级的玩器。他把箱底那件最大的东西拿起来，是一尊通体碧绿的翡翠观音，巴掌大，水头足的能映出人影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摸了摸，然后松手。7年，7年里，每一个委曲求全的夜晚，每一杯不想喝却不得不喝的酒，每一次对着镜子数还要多久才能攒够下一件宝贝，全在这口箱子里了，全没了。江面上漂浮着零星的碎玉残金，在灰色的水波里一明一灭，像他这7年攒下的所有不甘，正在一点点沉下去。码头上已经围了一圈人，船夫、商贩、过路的行人全看傻了。没人见过这种场面，一个女人当众扔掉一座金山。杜十娘把空箱子往江里一推，木箱在江面上浮了一瞬，也沉了下去。她这才转向李甲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像刀子。妾为郎君积攒了这些财物，本希望终身做个依靠，但郎君只值1000两。这些财物在你眼里还不如一个陌生人的一句话。杜十娘活了20年，第一次看错了人。她的声音开始发抖，但她咬住了。我恨的不是你把我卖了，我恨的是你让我觉得我跟别的商品不一样。她停了一瞬，像是用尽全身力气把最后一句话从胸腔里挤出来。我跟你走的时候，我以为自己赎回来了，原来没有。这世上从来就没有赎身这回事儿。从被卖掉那天起，我就永远在货架上。说完，他转身面对大江，红色的衣裙在风里飘起来，像一片烧到最后的纸灰。晨雾还没散，江水茫茫一片，灰蒙蒙的天连着灰蒙蒙的水，看不到对岸。他跨出了一步，大红的身影在灰白的江雾中闪了一下，像一朵烟花烧到了最亮的那一瞬，然后就灭了。水花溅起的声音不大，浪一涌，江面就平了。什么翠羽名卡，什么瑶簪宝簪，什么玉箫金管，什么翡翠观音，还有那个花了20年也没有找到家的女人，全沉进了瓜州渡口的水底。码头上死寂一片。李甲后来怎么样了？他趴在船头喊杜十娘的名字，喊到嗓子哑了也没人应。他悔恨成疾，吐了血，大病了一场。孙父呢，吓得连夜开船跑了。史书上说他受惊而亡，是被这场面吓破了胆，还是在别处遭了报应？谁也说不清杜十娘的尸体呢，没人捞到。也许被江水冲进了长江，也许沉在某个水湾里，也许只是文学里才有的说法。他化成了一缕烟，终于自由了。冯梦龙在故事结尾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尾巴，说柳玉春后来在瓜州的河边捞起了一只被江水冲到岸边的箱子，打开一看，是空的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但那只空箱子飘在江面上的时候，像是替什么人把没说完的话又说了一遍。杜十娘把攒了7年的嫁妆一件一件扔进了江里，每扔一件都是在说一句话：这些东西买不到一个家，这个身体卖不出一个真心。一个被卖掉的女儿，终于自己决定不再被卖了。她用一江春水为自己标了最后一个价，无价。故事讲到这里，
杜十娘的一生说到底就是一个被卖掉的女儿的故事，被亲爹卖掉，被老鸨卖掉，被爱情卖掉。她攒了一箱珠宝，想把自己买回来，却发现这世上从来没有赎身这回事儿。从她被卖掉的那一刻起，她就永远在货架上。但最后那一次，她没有让任何人出嫁。她抱着那个箱子跳进江里，用一江水告诉所有人：有些东西你们买不起。好了，夜色已深，愿你此生永远不会被标价，也永远不必用毁灭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晚安。